海贼王里大佬们生娃时的年龄。海贼王里除了有冒险和梦想，生娃养娃的这种现实情况也是很多人经历的一部分。从有孩子的人之多，到他们各自生娃时的年龄范围之广，以至于现在猜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闺女，都成了一种例行的环节。首先肯定是生娃劳模大妈了，大妈现年68岁，然而她的长子佩罗斯佩罗都50岁，年过半百了。大妈在18岁妙龄就生了孩子，大妈最小的孩子是8岁的女儿阿娜娜，也就是说大妈从18就生孩子，一直忙活到60岁都没闲着，实在是炸裂。由此大妈也是海贼王里已知的出狱和晚育年龄最小和最大的记录保持者，分别是18岁和60岁，同时也是海贼王里已知的孩子和丈夫最多的记录保持者，分别是85个孩子和43个丈夫。大妈属于是 bug 独树一帜，所以其他人对比下来就正常多了。红发20岁当爹，不过红发这个比较特殊，19年前20岁的红发捡到了年仅2岁的乌塔，并当成自己的女儿。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小年轻的红发这也算是特殊的英年早育了。卡普有孩子也很早，23岁就有了蒙奇地龙。神之谷时期卡普已经40岁了，但气质如同青年一样，很难看出这位海军此时有个17岁的孩子。然而龙并没有跟随卡普的步伐，龙是直到36岁才有了路飞，也就是从自勇军过渡到革命军的这个时期。耶稣布28岁有了乌索普，但之后耶稣布就跟红发出海了。耶稣布离开的时候，乌索普只有2岁。凯多和光月玉田都是在自己31岁时有了孩子，凯多31岁有了大和，光月玉田31岁有了桃之助。然而凯多和玉田的命运却也鬼使神差的交织在了一起。也就是这一年，31岁的凯多刚刚进入和之国，和大蛇合作，开始把和之国变成武器生产地。而31岁的光月玉田此时还在白胡子的船上，此时距离他遇到罗杰还有2年。如果说海贼王里目前最神秘的小孩，那就是马奇诺的孩子了。马奇诺现年也是31岁，当然其实这个孩子是谁的，好像大家心里也有了答案。而且尾田曾经在 SBS 里也充当谜语人暗指了一手，果然是那个人吧，是那个人吧。没错，就是风车村老村长的。加治在马子团队解散后，32岁时有了第一个孩子女儿雷九。不过倒也不如说是加治第一个用血统因子改造子女的实验品。3年后，加治有了一组4胞胎，也就是1到4制。白胡子的未证实的儿子白二世，如果是真的的话，那白胡子当时就是39岁，司徒西41岁，也就是洛克斯海贼团解散的3年后。不过话说，不管是随白胡子还是随年轻的司徒西，都不会差呀。结果白二世谁也不随，顶多是随机，所以还是很难相信的。金妮被天龙人抓走时是37岁，经历2年的黑暗后患病被天龙人释放，39岁生下波妮。另外波妮现在的真实年龄只有12岁。虽然海贼王里的人生娃年龄有很早的，不过也可以发现大多都是30-40岁这个区间，其他的还有寇布拉34岁有了薇薇，贝基42岁有了贝茨，尼普顿46岁有了长皇子沙星，也就是罗杰自首的那一年。说到尼普顿的孩子就有点奇特了，尼普顿的3个皇子身长是逐渐缩水的趋势，从6米多递减到4米多，然而到了白星这里直接就是将近12米，而且还是海王波塞冬之治。尼普顿这一波可谓是枯木逢春。罗杰也属于特别晚有孩子的，只不过罗杰53岁自首的时候艾斯还没出生，陆九怀了20个月才生下艾斯，所以罗杰算是55岁才有的孩子，这个年龄仅次于大妈最晚的一胎了。由此血缘上艾斯确实要管罗杰叫爹，但年龄上也确实要管卡普叫爷爷。这一波卡普站在了辈分的制高点上。最后可以发现，当大家还在纠结海贼王里有没有爱情的时候，而尾田老师早已超脱于此，已经到了是的我们确实有个孩子的地步了。海贼王中已出现的35把名刀，名刀的位阶自下而上分为快刀80弓、凉快刀50弓、大快刀21弓、无上大快刀12弓，外加特殊的名刀鼻兰和绿藻十字2把限定级名刀。其中无上大快刀已确认的有4把，一艾斯，原持有者海贼王戈尔蒂罗杰，不过这把刀现在下落不明。罗杰在自首前托付陆九，如果是儿子就取名艾斯，如果是女儿就取名安。艾斯对应的是罗杰的爱刀，那安又是什么含义呢？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揭晓。2叶，持有者现世界最强剑豪鹰眼乔拉克尔米霍克，在使用者长期的武装色霸气滋养下和身经百战后，刀都可以升级为黑刀，而黑刀叶也号称是世界最强黑刀。在鹰眼的手中，黑刀叶可以轻松削碎陨石，斩断冰山。3初代鬼彻，持有者无老星之光头分星。鬼彻系列虽然位阶高低不同，但都有妖刀的特性，位阶越高妖力也就越强。2代鬼彻是天狗山古彻锻造，3代是他的后人飞彻锻造，最精良的初代应该也是由飞彻的祖先锻造。鬼彻系列的刀柄和刀形都是一脉相承，比较容易分辨。4从云切，持有者世界最强男人四皇白胡子，现安置在白胡子的墓上。从云切的外形更像是偃月刀，白胡子用它战斗时，除了可以缠绕霸王色、武装色外，也喜欢将阵阵果实能力附着在上面，发动破坏力强大的震动波。大快刀21弓已确认的有5把，一研磨，原持有者光月玉田，后光月日和作为交换黑刀秋水的条件给了索隆，锻造者双月更三郎。
研磨是一把腰刀，刀形为3瓣，刀鞘上有花瓣装饰，除了颜色不同，外观上与天羽羽斩相似，可以自主吸收和释放使用者的霸气。据天狗山飞彻说，如果索隆能将研磨练成黑刀，他的等级还会上升，很有可能会进入无上大快刀之列。二代鬼彻，现持有者天狗山飞彻，锻造者天狗山古彻。妖刀在无法驾驭它的人手中会引来灾祸，这一点伊本松就曾经说过。所以短暂持有2代鬼彻的路飞，在一顿过瘾的操作后，很快就被专业界网瘾的凯多一棒子敲得翻了白眼。妖刀的诅咒真的是会应验的，这把刀后面可能会替换掉索隆的3代鬼彻。秋水，持有者先双月龙马后索隆，虽说很有可能都是自家人，但还是已归还了和之国。秋水作为黑刀，坚硬无比，即使恐龙踩上去也不会弯曲丝毫。几百年前，龙马曾用秋水斩杀过飞龙，秋水也被视为和之国国宝。23年前，莫利亚被凯多打败后，带走了龙马的尸骨和秋水。天羽羽斩，锻造者天狗山飞彻，是光月玉田留给桃之助的，之前和研磨一起寄放在飞彻那里。而在传说中，能斩杀8岐大蛇的十拳剑，也就是天羽羽斩。河道一文字，现持有者索隆，锻造者双月更三郎。刀柄刀鞘为白色，整个刀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简单朴素，但确实是件不折不扣的好装备，也承载了索隆和古伊娜的梦想，以及对路飞的承诺。凉快刀50弓已确认的有3把：血走，由罗格镇武器店老板伊本松赠予索隆，但在司法岛最后被秀秀果实能力者给毁坏了。得到秋水后，血走的残骸被索隆葬在了恐怖3维帆船上。花舟，在斯摩格抓住老沙的手下 Mr. 11后，这把刀被达斯奇获得。山瓜，出现于海贼王官方小说中，原本是鲨鱼杀手比利的配刀，被斯摩格打败关押后，山瓜归达斯奇所有。快刀中已确认的有2把：3代鬼彻，锻造者天狗山飞彻，由伊本松赠予索隆，此刀极为锋利，只是很少有人能驾驭它的妖力，让人望而生畏。石羽，达斯奇的配刀，达斯奇是个刀痴，除了随身带着名刀图鉴，目前手中有2把凉快刀和1把快刀。除了这些，还有其他一些有名有姓但还没有确认位阶的名刀。红发的狮鹫格里芬，红发的剑术也是顶级，曾经和鹰眼比拼，让白胡子印象深刻，和白胡子对刀震裂云层，挡下赤犬的岩浆之拳，很有可能也是一把无上大快刀。大将候补逃兔中将的金皮罗，金皮罗是日本神话中海上守护神，这把刀的位阶应该也不会低。雨之溪流的雷雨是一把妖刀，这把刀非常的嗜血，所以一方面为了滋养爱刀，溪流当看守长时经常随意屠杀囚犯。卡文迪许的杜兰德尔，当时他拔出这把剑的时候，立刻就有人认出来了，说这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存在。5和6，金狮子的双剑，鹰石和木窟，这一对配件后来在金狮子自断双脚越狱后，也成了金狮子的义肢，跟随金狮子继续征战。罗的鬼窟是一把妖刀，整个刀的长度比常规的刀要长，所以罗一般都扛着。罗也经常用刀来施展手术果实能力，和其他位阶未知的名刀不一样，罗的这把刀表示没有位阶。将星克利架的椒盐卷柄，这是一把较大的剑，克利架武装色和剑术都还算不错，奈何非要依赖饼干打架，最后把路飞给养肥了。路飞能打赢，真是离不开克利架的饼干助攻。四皇大妈的第3女阿曼德的白鱼，整个剑细而长，剑柄呈鱼鳞状，剑形呈鱼状。四皇大妈的拿破仑，平时作为帽子戴在头上，但大妈赋予了它灵魂，可以随时变化为刀剑，形状和大小也是由大妈随意控制。布鲁克的丧魂之剑，2年期间长手族为其升级打造，平时用作老绅士手杖，除了施展剑术，也可以结合果实能力缠绕黄泉寒气，发挥不俗的威力，对大妈的霍米兹有压制作用。推进成现任狱长汉尼拔的血溪，是形似剃刀的双头长刀，快速旋转后可以产生火焰。何松的外无双，这是一把没有刀型的刀，何松有单手且反手持刀的习惯，而且这种刀也比较适合这种握持方式，这一点和大将藤虎很像。藤虎的重力刀同样是没有刀型，平时用作盲杖，藤虎不管在和谁打架的时候，都习惯一手握刀鞘，一手握刀进行战斗，灵魂还原了他的原型座头式盲剑客的操作。15和16，警卫门的双刀助餐和绞餐，和罗的鬼窟一样没有位阶。警卫门的虎火流，刀身可以产生火焰，同时也可以展开火焰，包括凯多的龙息。索隆期间偷学了虎火流烈焰斩，在鬼岛之上展开了凯多的龙息和斩碎了普罗米修斯。天狗山飞彻腰间的配刀，名字未知，但当时路飞提出用飞彻腰上的刀换2代鬼彻，遭到拒绝。飞彻说我这也是一把名刀。劲的配刀，名字未知，劲身高6米，这把刀怎么着也得3、4米了，而且劲居然可以把刀变得像梳子一样的锯齿刀，目测也是一把名刀。七星剑，这是剧场版里出现的一把妖剑，在100年一遇的红色满月时，七星剑被封印的妖力就会暴走，带来杀戮和破坏。目前海贼王中出现的名刀大概就这35把，当然还有很多下落不明的名刀，还有未公布的名刀，以及红发的格里芬是不是雷利之前的配刀等等，这种谜团还需要随着剧情的推进慢慢的去解开。
路飞海王级别的异性缘。路飞在男女感情上虽然没有什么觉悟，但是在路飞这一路的冒险中，异性缘就没断过，可以说是大部分的篇章都有。这里面更多的人是表达友情上的好感，当然也有表达爱慕之情的。娜美和罗宾作为路飞的船员，他俩是路飞真的拼了命换的，和阿龙打到浑身是血，收获娜美的真心，靠一口气硬撑着打败陆琪，让罗宾回到自己身边。虽然平时娜美没少打路飞，罗宾也不和路飞他们打闹，但要说宠，两人也是真的宠路飞啊。娜美罗宾对路飞的感情有多厚重就不必多说了。艾比达表达对路飞的好感简单粗暴，路飞打飞艾比达的那一拳，同时击中了艾比达的心。吃了花花果实的艾比达一路追到罗格镇，在处刑台下还要让路飞成为自己的男人，因为那一拳他爱上了粗暴而有力的路飞。当路飞知道眼前这人就是被他打飞的那个野蛮大婶后，路飞回答道：是这样呀，样子好像有一点变化了。而艾比达也是路飞唯一一次称其为美女的人。有着永久伙伴认证的薇薇公主，路飞为了帮助薇薇也是拼了命了，在老沙手下反复去世，仰卧起坐，有好几条命好像都不太够用，但最后也击败了老沙，让薇薇和阿拉巴斯坦久旱逢甘雨。薇薇和路飞同样有着伙伴的默契，顶上战争后，即使不清楚缘由，薇薇也一眼就看出了路飞的纹身有些许的端倪。世界会议期间，薇薇遇到了蕾贝卡和白星，好家伙，一聊才知道原来都是跟路飞的关系不浅啊，同样都对路飞有极佳的好感。路飞是拯救了他们国家的恩人，而且路飞应该就是白星的理想型，因为当时在场的很多王公贵族向白星表达了想让自己的儿子和他认识认识的意图，明显就是来和白星定亲的。结果白星直言说全都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但聊到路飞的时候，白星可就不困了，因为他永远忘不掉那个把他当蹦蹦床的男人。这三位公主在路飞心中的地位肯定也是非常高的，有过命的交情，这是重要的一点。同样重要的是，这三个人都请路飞吃过饭。在女儿岛可以说是全岛的人都对路飞有好感，但说正经的，不算光是图看金蛋的那些，玛格丽特是最先对路飞有了些真感情的，而且对路飞的了解可能比娜美罗宾还要通透。玛格丽特就是情窦初开，害羞、惶恐、不好意思，心跳加速。当然碍于束缚，玛格丽特也害怕和路飞之间有更多的感情。之后就是狂热的女帝，这就是100%纯爱情了。女帝还因此得了见不到路飞就会死的病，茶饭不思，卧病在床，但一听到路飞就在门外，立刻就站了起来。路飞这副解药立竿见影。相应的，女帝还得了结婚妄想症、出轨焦虑症、娇羞综合症以及精神分裂症。后来女帝的相思病慢慢的好了，可能路飞不在的时候，路飞的巨幅海报就成了女帝的良药了吧。万国时期的雷九长达几分钟的惊天一吻，葬送了女帝的幻想，很有可能是路飞在这方面上的初吻。女帝要是看见了，必定是一脚飞踹。虽然雷九对路飞做了很过分的事情，但雷九对路飞的感情是最单纯的，就是想吃顿饭而已。二是对弟弟山治能有这样的伙伴感到很欣慰，也对路飞能不畏生死来找山治，从而欣赏路飞，可以酌情给予奖励。辣妹大河跟路飞自来熟，上船候选人之一。索隆此刻狂喜，因为大河如果上船，那索隆就不是最白捡来的了，因为路飞给索隆喂饭找刀还挡了子弹，对比之下大河才是纯捡的。不，索隆还是最白捡来的，因为大河是倒贴的，跟索隆不一路。路飞是真没想到凯多居然还有个女儿，而且还认识艾斯，还主动想跟自己出海。若要成真，靓女娜美、御姐罗宾、辣妹大河去到哪里还都有自己的女伙伴在那里迎接。路飞这船长当的是真滋润啊。被拉肚子耽误的名誉大将麦哲伦，被誉为监狱最强男人的麦哲伦，除了会被美色、雷酒和拉肚子拿捏，在推进城里论单挑，他还真不虚谁。在狭窄封闭的深海大监狱，麦哲伦的果实能力能发挥巨大优势。麦哲伦主要就是靠他这个开发程度很高的毒果实能力，这是颗超人系果实。麦哲伦把毒裹在身体外面，搞得很像是自然系一样。当然，也正是因为有一层毒衣，没有霸气的人，别说跟他纠缠，只要被他的毒碰到，身体就会被一点点痛苦的蚕食，这也是令犯人们闻风丧胆的原因。就算有了不用接触的刘英，强度不够，也未必能轻松打麦哲伦。小伊万曾经用死亡媚眼攻击麦哲伦，死亡媚眼很像是霸气外放，但麦哲伦的毒液也可以用作防御壁，将其一一挡下。麦哲伦有很多范围性伤害，也是能压制囚犯的关键。麦哲伦的小奥义技能毒龙，这也是麦哲伦经常使用的一招，由剧毒形成的一只三头飞龙腾空而起。即使路飞救艾斯的心多坚决，面对毒龙也得先退避三舍，而黑胡子一伙就直接多了，正好迎面撞见正在气头上的麦哲伦，被麦哲伦一招毒龙给秒了，要不是溪流就彻底团灭了。小伊万也拿毒龙没有办法，只能不断的放死亡媚眼抵挡掉，但毒龙可以快速再生，既可以发动攻击，也可以作为防御壁，这一招很难缠。麦哲伦看起来是一个站桩输出的法师，但他其实很灵活，有位移技能，就是毒通道。麦哲伦可以释放毒道，并在通道内快速滑行，也可以在毒龙里穿梭，继而追击或袭击对手。加上他的毒连石头都可以腐蚀，
灵活如猴子的路飞在麦哲伦面前也完全招架不住。麦哲伦吐出的毒瓦斯弹可以进一步限制对手的活动，爆炸后会释放催泪瓦斯，让人流泪喷嚏不止。这一技能也是让路飞直接失去大半战斗力。麦哲伦指向性范围技能毒河豚，麦哲伦会像嚼泡泡糖一样吹出一个个毒泡泡，然后像吐浓痰一样射击对手。这一招略显恶心不说，连续性的射击稍有不注意就会被击中，想办法去挡还有被箭射到的风险。麦哲伦的毒云，这也是让对手在经历过多轮的折磨后，让其彻底陷入精神绝望的一招。麦哲伦释放大量毒气，将对手笼罩，被毒气侵染后，五感将渐渐消失，身体的一切功能将被剥夺，到最后就会成为麦哲伦手中任人宰割的猎物。而路飞当时就中了以上所有的毒，原本是必死无疑的，多亏了小冯、小伊万和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但也折寿了10年寿命。麦哲伦的终极奥义技能毒之巨兵地狱审判，释放出有超级剧毒的骷髅巨人，和平时释放的紫色毒不一样，这一招是特制的鲜红色毒，具有极强的腐蚀性，而且会感染并逐渐扩散开，将一切侵蚀，就算有一些保护铠甲也挡不住。人体只要接触一下，这毒就会逐渐蔓延，直到死亡为止。对于这一招，越狱小组也只能是各显其能，尽量拖延罢了。最后慎凭召唤鲸鲨小弟立大功，侥幸逃脱。麦哲伦的实力在深海大监狱的绝大多数囚犯面前有着恐怖的统治力，大将实力的门槛麦哲伦应该是摸到了，至少果实能力开发水平是大将级别。但很可惜，奈何每天中有10个小时都要在厕所中度过。索隆觉醒霸王色的历程，在1033话全图情报中，索隆在和晋单挑期间，百兽海贼团的人试图攻击索隆，结果他们倒地失去了意识。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索隆3把刀上都出现了黑闪拉丝，参考罗杰白胡子刀上的效果，所以索隆有霸王色且能缠绕基本已经实锤。这是鬼岛之上第3次明示索隆会有霸王色，而且是逐次递进。索隆能觉醒霸王色并快速出现霸王色缠绕也并不突兀，更三郎曾经的教导和研磨这把神装的及时帮助是必不可少的。但总结来看，索隆2年后一直蕴藏着那种让人恐惧的气势，只是没有契机，只要有了就厚积薄发。虽然之前索隆和霸王色并没有直接明确的关联，但那种气魄倒是时有发生。在冰火岛，索隆用出2年后的新招式一刀流大陈汉，把雪女莫奈劈成了2半，但莫奈没有被真正的砍伤。首先通过达斯奇的话，索隆没有用霸气，只是将敌人震慑到无法自由活动，就是直接瘫软了，让人有一种绝望的恐惧，和路飞当初震晕迪巴鲁的牛差不多。这时候索隆身上就已经有了一种能让敌人产生恐惧的气魄。雷利曾经说过，霸王色虽然不可以习得，但有这个资质的人会随着自身气魄而增强。可以看到索隆的气魄是不断增强的，和路飞差不多，一开始只是头牛，直到在女儿岛和顶上战争中大爆发，所以只需要一个契机来觉醒。成熟的霸王色出现在索隆身上也并不突兀，甚至可以快速掌控自如。佐乌之后索隆就掉线了，到了和之国，对索隆身上气魄的那种烘托是一波接一波。首先说索隆身上气魄有点东西的，不是在鬼岛，在博罗镇。向普利士普岛说，那个浪人身上散发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气魄，然后觉得惹不起。到了鬼岛，奎因释放冰鬼病毒后，称之为是一场游戏，索隆就怒了，吼道：我可不是为了这种无聊透顶的游戏才来这座岛上的，我是要来砍了凯多的。随即索隆身边产生剧烈震动，伴随一些石块的坠落，布鲁克和凯多的手下纷纷将源头指向索隆。布鲁克怀疑是索隆干的，索隆这里是明确否认，然后就是9刀流砍伤凯多，凯多进一步将霸王色的话题指向索隆。这个时候索隆的言语好像有点变化了，从明确否认到难以置信，就是那种啊是吗？我居然是个路痴，我自己怎么不知道？之前索隆被禁压之后，研磨开始暴走，疯狂吸霸气，现在索隆说，我该怎么办才能让霸气稳定下来？如果继续释放这么多霸气，最后会没命的。不，就这样，你要多少我给多少。因为索隆想到了更三郎和一本松的话，要了解刀并无畏地驾驭它，而刀也会选择他认为适合的主人。此刻研磨正在考验他，然后冲过来的凯多手下被震晕，很有可能是索隆自己和研磨一起把原本就有的霸王色给激发出来了。而后晋说了一句，你真的想成为王者吗？晋能说出这句话，说明也是被索隆的气魄给惊到了。接着索隆的刀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黑闪拉丝，索隆说，当然这是我和船长以及朋友的约定。在动漫中，动画组也给索隆加了一些这方面的戏，比如在赌场里用大陈汉震晕了几个出老千的赌徒，在鬼岛会场内更是用了和释放霸王色一模一样的操作。从现实的角度来说，索隆这时候要是不觉醒点什么，真的打不过劲。从情怀上来说，雷利是海贼王的副手，索隆是未来海贼王的副手，两人眼上和胸口上都有伤疤，都是船长的第一个伙伴，都是剑豪，都爱喝酒，既满足了尾田的对称强迫症，也满足了广大海迷多年的期待。而且能有足够实力驾驭研磨的光月玉田也是三色霸气。目前索隆也在思考让研磨承认自己的方式，所以索隆有霸王色是大势所趋。当然他也成功让研磨认可了自己，
打败严哉晋恐怕只是时间问题了。海贼王中的师徒，海贼世界中很多人也都有自己的恩师，徒弟日后的成就也离不开师傅当初的指点。毕竟名师严师出高徒，在海贼王中还是很常见的。路飞的师傅雷利和冰野，路飞被红发带上道后，这一路上跟着很多人学了很多东西，如果都算上，像布鲁诺、明哥、卡尔、凯多等等都算老师。在动画原创中，路飞小时候还曾经拜师挑战过罗杰，但败于罗杰的高手老头纳格利。但要说真正意义上传授路飞技能的恩师，只有雷利和冰野。雷利，海贼王罗杰的副船长，精通三色霸气。雷利的霸气课程也让路飞清楚了什么是霸气，并熟悉了如何灵活使用霸气，包括果实能力的精进。2年后的路飞脱胎换骨，2年前3大主力合体技才能击倒的和平主义者，这次路飞轻松一拳秒。修行期间，前1年半是雷利指导，后半年路飞自行修炼。雷利说他已经是倾囊相授了，但是2年修炼期间，路飞能学会的东西还是很有限的。路飞那会儿实力不足，能学多少学多少，很多东西需要进入新世界，面对更多的对手去领悟。所以一直到和明哥、卡尔等人对决，到之后在和之国再次见识到流鹰，路飞都会想起师傅雷利的教导和操作，再加上冰爷无私传授流鹰的技巧，有足够底子的路飞终于学会了如何更为强有力的对霸气的操作。所以路飞能一路走来，直到和可爱多平分秋色，快速掌握霸王色缠绕，并不是开挂，是雷利和冰爷的教导功不可没。索隆的师傅双月耕四郎和鹰眼，耕四郎是索隆最早的剑术老师，并同意将女儿古一娜的河道一文字托付给索隆，索隆会带着古一娜的那一份去追逐梦想。鹰眼和索隆这对相爱相杀的师徒，从对手到师徒，但鹰眼一直是索隆要超越的目标。鹰眼最初的那句话“试着超越我吧，罗罗诺亚”，就足以看出鹰眼对索隆的认可。再到索隆拜师鹰眼，坚定的信念更是让鹰眼愿意收起为徒。索隆2年前各种消耗战，2年后经常一招秒。鬼岛之上更是越级打怪而表现出色，足以侧面看出鹰眼的实力并非高估，而是世界第一剑豪，实至名归。在狂热行动中，鹰眼又在索隆面前上了一课，至少现在索隆和师傅鹰眼之间还存在明显的实力差距。萨博的师傅蒙奇地龙和巴索罗米熊，10岁的萨博被龙捡到，此后一直在革命军，年纪轻轻就成为了革命军2把手，在德雷斯罗萨和大将藤虎打得难解难分。在圣地玛丽乔亚，为了救出熊，率领3个革命军军队长和藤虎绿牛等人开战，并且可以打到大将受伤的程度，尤其是那龙爪应该是跟龙学的，霸气强度实属顶级。毕竟萨博小时候就开始受龙和熊的指导，实力突飞猛进，有这2位大佬做师傅，萨博的实力能拖住1位大将并不意外。科比和贝鲁梅伯的师傅卡普，卡普的孝子孝孙没一个是跟自己走的，直到喜提别人家的孩子科比，自家的孩子要有这理想，卡普做梦都能笑醒。当年那个胆小鬼科比，现在已经变成了可以独当一面的海军将领，而且他的见闻色很强，在霸气持续变强之外，也精通体术，目前展示过 T 越步拦脚。2年前各方面只能说是半吊子，2年后科比对体术的掌握已经很熟练了。曾经地主家的傻儿子贝鲁梅伯，仿佛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从那种纨绔的形象变成了一名真正的海军，同样也有见闻色霸气。看来被人追着揍，真的能觉醒见闻色霸气啊！这一点在小伊万以及人妖军团和山治身上也能看出来。小伊万他们作为山治的进阶师傅，虽然山治自称是地狱的回忆，但山治2年后有了很多更强的范围性招式，有了月步、海行步，有了更快的速度、更强的见闻色，这都离不开师傅们特殊的教导方式和步步紧逼，包括提升了山治的厨艺。当然，山治最重要的师傅还是哲普老板，不仅教会了山治踢技更为精湛的厨艺以及厨师道等等，甚至还给了山治第2次生命。泽法和3大将以及一众海军将领，泽法是最成功的老师，但也是最可怜的老师。对海贼的痛恨和对海军的心灰意冷，让他走向极端。虽然这些学生有的流泪，有的致敬，但一个个的动起手来，那是真诚实。黄猿最后的一声撒尤那拉，泽法先生，一招不描边的8尺描边玉，表达了对泽法老师最后的尊敬。乌索普的师傅海克利斯，海克利斯教会了乌索普，植物也可以用作强大的弹药，并帮他精进狙击技术。娜美的师傅哈雷达，让娜美学会了更先进的气象科学，让娜美能够精进自己的气象武器。罗宾的师傅克洛巴博士、龙以及革命军成员，同年罗宾跟克洛巴博士学习历史考古学，奠定了罗宾出众的历史功底。2年期间，在龙那里应该是学习一些情报能力。弗兰奇的师傅汤姆，罗杰海贼团的奥罗杰克逊号就出自汤姆之手，汤姆很早的就收养了弗兰奇，对弗兰奇来说如同父亲一样，也引领弗兰奇施展在发明上的天赋和才能。贝加朋克也算弗兰奇的半个师傅，虽然没见过，但2年修炼期间，弗兰奇到了贝加朋克原本所在的研究所，发现了很多图纸和文献，对弗兰奇来说也算是和贝加朋克博士隔空对话吧。乔巴的师傅希鲁鲁克和朵莉尔姨娘，希鲁鲁克救了乔巴，给了乔巴帽子和名字，以及一心向善、敢于冒险的希望。希鲁鲁克把乔巴当成自己的儿子，希鲁鲁克的死也让乔巴立志成为一名医生，坚定了要研发万能药的梦想。
朵莉尔姨娘收留了乔巴，和希鲁鲁克一样，把乔巴当成自己的儿子，并传授给他顶尖的医术。在乔巴离开刺骨岛的时候，朵莉尔姨娘用希鲁鲁克生前的发明，完成了樱花的奇迹。漫天的粉红雪花为乔巴送别，这就是希鲁鲁克想让刺骨岛开满樱花的愿望。他总是天真梦幻，但他传达的意义却那么真实有力。乔巴看到希鲁鲁克的愿望实现了，也了却了乔巴心中的遗憾。功夫海牛的师傅路飞，这是路飞在阿拉巴斯坦的意外收获。海牛徒弟们始终追随师傅路飞的步伐，后来组建了海兽海贼团，正式出海，甚至还会了武装色霸气。看到师傅路飞的消息也是非常激动，还模仿路飞的叉叉八。海贼王中还有很多类似的这种关系，他们如同父子或者如同兄长，同样也是传授某些东西的引路人，未必都是教授战斗技巧，是那种能让他们敞开心扉，让被世人讨厌的他们有一处温暖的安身之所的安全感，再或者也是一种意志的传承和寄托。每次登场都有大用的极地潜水号，红心海贼团的极地潜水号不光是一个先进的移动医院，而且还是多功能水上水下陆地三用潜水艇。在水下它就是正儿八经的潜水艇，当然也不需要镀膜，浮上来就能当帆船用，上面也有桅杆和风帆，船体由珍贵坚硬的金属打造。收养罗的科学家沃尔夫说，也可以从海中打穿到地下，前往陆地。具体怎么穿，这个还只是官方小说的一个构想。在罗的官方小说中，这艘潜艇是由收养罗的科学家沃尔夫打造，后来成了罗的旗舰，原名叫小红花无敌号。虽然感觉这名字和罗莫名很配啊，但想必罗是打死也不会接受的，所以根据自己海贼团的企业文化起名极地潜水号。一直以来，极地潜水号经常发挥重要作用。顶上战争期间，包括罗在内的一群超新星在香波地群岛上看直播，随着直播中断，于是罗就扛着刀带着手下离开了，以为他走了，结果他是去看现场了。虽然当时战场上一片混乱，但外围依旧有海军的兵力，这时候罗的潜水艇却可以掩人耳目，长驱直入，甚至可以在轻质冰冻的冰层底下航行，并顺利在能接近路飞的地方上浮。成功救到路飞后，罗可谓是拉满了仇恨，面对围堵，极地潜水号快速下潜，黄原清志两位大将直接开打，结果无比默契的让极地潜水号在饱和打击中见缝插针逃走了。如果是普通的船，两个大将摁不住一艘船，这种场景真的很难演。恰好罗的潜水艇也激发了影帝们的表演欲望，能让他们不是那么难以解释的演起来，也算是配合黄原清志上演了一出作业我真的写了，但也真的忘带了，真的尽力了，至于究竟写没写，只有自己知道的这么一出好戏。在鬼岛大战之前，罗的潜艇又发挥了重要的战略性作用。首先，计划大师路飞基德会正面莽，因此作为诱饵。其次，足智多谋警卫门和知名锦吹传次郎作为领袖，需要率领几千名武士，分别从鬼岛左右绕至后门，其他赤鞘武士直接乘坐极地潜水号从外围去往后门集合，最后一起对凯多发动奇袭。而鬼岛背后会有阻碍船只靠岸的海流和漩涡，但极地潜水号可以减少这种阻碍，抓住时机上浮，罗可以用能力把人带上岛去。最终计划也非常成功，赤鞘武士奇袭凯多这一下至少是完成了的。罗被迫企鹅虎鲸赤鞘武士登岛后，罗其他的船员就在鬼岛周边待命。不久之后，路飞被打下鬼岛，被罗的伙伴及时发现，极地潜水号又变成了捞尸船，把路飞捞了个正着，为之后的大决战保留了最重要的一份有生力量和希望。总之，极地潜水号虽然登场不是很多，但却每一次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鬼岛一战草帽一伙的战绩和收获。鬼岛大战已经进入1、2、3把手对位的终极决战阶段，这场战斗双方兵力总数达到3万余人，虽然论咖位还是顶上战争的大佬多，但关键这场战斗是草帽一伙整整齐齐的来打的这场架，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种场面了。其中及时平安归来的慎平表现得强悍且轻松，开局没多久一个过肩摔，配合罗宾将四皇大妈送出门外，在护送路飞去楼顶期间，独自留在城堡第4层对位凌空六子福兹福。福兹福赏金5亿4600万，在凌空六子里属于 C 位，称自己的实力不输罗布路奇。其实慎平打福兹福还是很轻松的，总共也没过几招，中间慎平还故意演了2招，等福兹福把太阳神尼卡的信息说完，战斗以慎平一招鬼瓦正拳怼脸结束。弗兰奇霸气机车入场，贴脸怒怼四皇，后在掩护大和小忍逃至撤退后，对位上凌空六子提木赏金4亿7200万，比9400万的弗兰奇高很多。三角龙形态的提木也是逗逼技能一大堆，脖子上的警盾能旋转螺旋升天，配刀之上还有刀片，可以秒变电钻。弹丸角龙没控制好方向，想往前冲却挂了倒挡，场面非常尴尬。不过最后那一下冲击力非常可观，能把弗兰奇将军给撞到部分损坏。不过费了这么大劲，还是被弗兰奇本身的雷射击败。娜美、乌索普全场基本都在游走，准确的说是轮流被润提、佩吉万和大妈等等各种怪物撵着跑了一路。但娜美这一波非常赚，大妈抛弃了宙斯，娜美终于真正的喜提宙斯。宙斯让娜美给自己起个新名字，娜美脱口而出棉花。宙斯丝毫没有犹豫，说算了，当我没说吧。宙斯和天后棒完美融合，
不仅可以变成像狼牙棒一样的武器，雷电的威力丝毫不减。经过多轮的纠缠，娜美最终用可以锁定追踪目标的宙斯击败悬赏4亿的凌空六子润提。乌索普稳定发力，没有直接对位的对手，但打了一路的金牌辅助。绝境之王不是吹的，是乌索普很早的发现宝皇和他的眼线有广播功能，并默默记下。是乌索普危难关头把人质小玉从润提手上救下来，才给了娜美秒杀润提的机会。而且当时战场上武士阵营被压制，关键时刻乌索普抓住能广播的宝皇，让小玉对那些事先吃了丸子的 smell 能力者发号施令。大批凯多手下开始倒戈，士气大振，局势开始转变。而且宝皇好像也是个萝莉，乌索普萝莉杀手名不虚传。罗宾营救山治，对山治能呼叫他来帮忙感到很高兴。对位悬赏4亿8千万的凌空六子黑色玛利亚，罗宾一开始处于被动局面，后面化身前所未有的恶魔形态，属实惊艳，碾压黑色玛利亚。比战斗更有意义的是罗宾在情感上的升华。罗宾和乔巴有些像，一直被嫌弃为怪物和恶魔之子，这让他们始终活在阴影中。他们本心并不是怪物，也不是恶魔，但正是因为身边有能让他们无所畏惧、无比信任的一群人，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变成怪物和恶魔来保护伙伴们，因为他们已经再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在回忆中，罗宾在二嫂那里还学了些愚人空手道。布鲁克在免疫冰鬼第 N 次无敌后，后面基本在给罗宾打下手，给罗宾创造一个没人打扰的单挑环境，后面保护罗宾撤退。但目前 CP0 的人已经开始追捕罗宾了，虽然现在阿普和德雷克在和 CP0 对峙，不过布鲁克应该快到表现的时候了吧。期间乔巴在抗毒前线大显神威，研制出冰鬼解药，医者仁心，挽救众生，大义凛然，掌果奎因，让大批凯多手下倒戈。这波乔巴不管技术还是道义都在大气层，用医术开瑞了全场。路飞这边和之国开局雷鸣八卦运一次，人兽凯多一棒引奈落运一次，后来坠落鬼岛运一次，但没开3度后，凯多发现路飞每运一次都会变强，路飞对霸王色缠绕的掌握越来越成熟，和凯多对撞阵列云层，路飞坐实5皇之位。索隆勇挡双4黄合体技，9刀流砍伤凯多，神秘气魄让凯多侧目，注射副作用强的应急药物后，继续对位百兽2把手劲，现在正和劲在骷髅头外单练，种种原因还是打不过劲。不过炎魔似乎还有更强的威力没用出来，期待索隆之后的操作。山治后程发力，觉醒血统因子，外骨骼体质，刀枪不入，踩爆了战斗服。在没有战斗服的情况下，山治也可以做到隐身效果。进入状态的山治直接战斗力拉满，只是希望山治的情感别被吉尔玛科技弄出啥后遗症。另外，现在大河也算是半个草帽团成员，不管最后能不能上传，大河是和马尔科、小玉并列的 MVP 级别辅助，其他伙伴是用命换的，大河真的就是纯白给的。而且一路上积极配合草帽一伙，甚至在路飞坠落鬼岛后，一人去单挑自己的老爹凯多拖时间，现在又去紧急处理鬼岛底部的火药了。虽然经常调侃大河是个中二少女，大孝子笑死凯多，但不得不说，大河真的是沙雕勇敢又强悍呀。之后草帽团会对抗黑胡子和世界政府，只会更艰难，大河加入确实是目前最好的选择。总之，鬼岛一战残酷激烈，但草帽团不管在战斗意志还是伙伴情谊上都突破了自我，很多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场战斗之后，就如索隆山治说的，等拿下这场战斗，应该就能看到路飞成为海贼王的样子了吧。路飞基德莽夫的魅力，和之国最莽2人组，路飞基德。罗呢是早有先见之明，说这俩傻子一定会正面莽进去。之前传次郎他们把鬼岛门口的鸟居要塞视为第一场硬仗，结果路飞二话不说先莽为敬，率领草帽一伙轻松拔掉要塞，能动手就别逼逼。不仅震惊赤鞘武士，而且路飞还在这里开了个临时宴会。当然，大家早已习惯了路飞这种莽夫行为，完全不觉得有问题。然后基德就坐不住了，称要把凯多的脑袋做成自己船的船头，所以登上鬼岛后，基德又先莽为敬，直冲城堡会场。路飞声称基德这家伙根本不知道警卫们的计划，要去拦基德。索隆怕这俩人闹事儿，又提出要去把这两人带回来，把还没有完全适应的慎平给整懵了。其他伙伴倒是早已明明白白，莽夫劝架，路痴找人，就他妈离谱。进入会场之后，基德还没闹事儿，声称要拦基德的路飞又先莽为敬，直接3挡相枪干废了一片凯多的手下，同时引起了百兽氛围组组长奎因的注意。但路飞也莽得事出有因，因为这些人在鬼岛上奢侈糜烂，把红豆汤视为上不了台面的垃圾，还以颇给食不果腹的和之国百姓看他们感恩戴德的样子为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想到小玉过生日都吃不上一口红豆汤，路飞就来气。闯祸之后，索隆闻讯赶来，准确的说是闻讯砍来，因为索隆是根据声音径直的把眼前的建筑物直接砍了，径直赶来的。路飞只是跟索隆说了句这帮家伙浪费红豆汤，索隆不假思索说那没办法了，只能通通砍了。在不知情的人看来，两人的雷点和默契真是无比迷惑。这会儿轮到基德吐槽了，这俩家伙神经病啊，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基德理智不过3秒，很快基德看到了阿普，在路飞索隆接连吃瘪后，基德先莽为敬，也不怕暴露了。
直接给阿普来了个炸裂的鸡式盖饭。基德也是莽的事出有因，因为阿普是基拉变成报效者的罪魁祸首，基德对阿普恨之入骨，肯定忍不了，没有犹豫，直接为好兄弟报仇。这下好了，几个人全部暴露，会场直接炸锅。经过一波混战后，路飞、基德等5人来到屋顶，接替被凯多打败的赤鞘武士，对抗双四皇。原本谨慎周全有计划的罗，在路飞、基德2个莽夫的感染下，已经不知不觉地融入其中了。面对大妈的攻击，路飞说谁先躲谁就是垃圾。基德和罗嘴上吐槽路飞有毛病，结果攻击近在咫尺了，3个人的身体却很诚实，谁也不想当垃圾，就硬卷出来一幅世界名画。之后大妈坠落鬼岛，被普罗米修斯接住，基德拖着一堆破烂和基拉下去找大妈了，罗带着重伤的索隆也下去了。路飞当时已经决定了要一个人忙凯多。到了城堡内部，基拉留下来对付霍金斯，基德一个人去忙大妈。在纳美乌索普快要命丧大妈之手时，基德及时出现，给大妈来了个摸头杀。然而罗已经变成了不莽一下不舒服的状态，把索隆交给山治去包扎，自己上前线和基德去刚大妈了。就是一个医生把一个战斗员病号交给了一个厨子去医治，自己去当战斗员的故事。目前就是基德和罗用上了果实能力觉醒对抗大妈，把大妈给气到了，大妈消耗寿命，从而变成了巨大化的形态。路飞目前被凯多前前后后打晕了3次，在大河开了把父子局后，现在路飞继续战凯多。所以这些人虽然莽，但莽出了个虎虎生风，莽出了个有情有义，莽出了个顽强意志，也即将莽出一个新时代。